又穿着羽绒服来给大家录视频。确实是墨尔本最近冬天太冷了，没办法，家里空调又坏了。今天主要还是想和大家聊一聊马上9月份要来临的苹果的发布会。让大家心里呢好有个准备，如果想要给钱包做一些什么瘦身计划的，咱们就可以开始准备起来了。苹果9月份发布会的主角一直都是 iPhone 系列。为什么我特地强调这个系列呢？是因为今年 iPhone 14普通版和 Pro 版确实是会有很大的不同。我们就还是先从 iPhone 14开始。其实今年 iPhone 14啊，你可以更多的把它想象成是 iPhone 13S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在外观上并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，除了苹果把 mini 版本删掉改成了 Max 版本，别的这些刘海屏幕啊，这些外观设计都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，甚至连芯片都是会和13一样的 A15 芯片，所以把它称作 iPhone 13S 好像也不是什么过分的事情。那我在这边还是给大家列一下 iPhone 14和上一代有的一些差别。首先，它用6.7英寸的 Max 代替了5.4英寸的 Mini， 然后刚刚也提到了不会有设计上的改变，包括Face ID 的那个刘海部分也会得到保留，另外它也不会有高刷屏幕，但是会有一些新的颜色，比如说紫色，然后黑白，然后红色以及蓝色。另外摄像头上它也会有一个更好的广角摄像头。尽管芯片是和上一代的13保持一致，但是这次它的内存得到了增加，达到了6GB。它的起售价目前估计的价格是799美元起售。那我们现在接着看一下真正的 iPhone 14，就是14 Pro， 因为它这一次得到了不小的更新。首先它还是保留了这种平边设计，然后屏幕尺寸也是有 6.1 和 6.7 英寸两个选择，然后它当然还是有 Promotion 的高刷屏。另外它这次支持的是从1赫兹到120赫兹这个区间，也就是说屏幕常亮这一次很有可能能与我们见面。在屏幕上，这次很多人都不喜欢的刘海屏也得到了改变，变成了这个打孔屏。而且之前不是也有玩笑说，如果你把这个屏幕横过来，其实它就是 iPhone 的 i 的那个形状。它的后置摄像头的凸起这次会变得更大，但是也带来好处就是它这次支持4800万像素。另外它的颜色选择也是和14系列不一样，显得更加的要豪气一点。它这次的颜色是有石墨黑、金色、银色以及紫色的选项，当然它也会用上更新一代的 A16 芯片。同时它还有一个全新的散热系统，这样可以保证 A16 芯片和全新的5G 模块它们的性能得到更好的发挥。内存它是和 iPhone 14一样，同样是6GB。另外它机身的存储空间比起 iPhone 13系列来说又是更进一步。去年13 Pro 最多高达1TB， 而今年的 iPhone 14 Pro 最多可以高达2TB 的存储空间，再也不需要担心你的照片是不是放不下了。目前价格来说它没有一个具体的数字，但是有不少传言说它的价格和去年的13 Pro 相比会有一定的提升。那一般在9月份苹果发布会和手机一起发布的还有它的 Apple Watch 产品。这次 Apple Watch 8其实我在前面一段时间做了不少关于苹果手表的这个视频。苹果可能会在今年的 Apple Watch 8当中加入高端型号。有很多人看到之后觉得这个消息不那么真实，但是当我做这期视频准备的时候，我发现其实啊，苹果想出这个 Apple Watch Pro 还是挺有道理的。看完今天的视频，相信你也能够得到和我一样的想法。那我还是把 Apple Watch 8大概的消息和大家在这里总结一下。首先它的设计和 Apple Watch 7不会有区别，是一样的，然后屏幕尺寸也是41和45两个选项。它的芯片是 S8 芯片，但是其实它的性能是和上一代的 S7 是大致相同。另外它提供低电量模式，保证手表的续航可以有一定的提升。然后会有一个新的健康传感器，就是温度传感器，可以让你知道自己是否有发烧。然后还有一个可能的功能，就是可以检测到你是否被车子撞了。其实这个功能之前一直传得挺广的，但是最近一段时间越靠近发布会反而听到的越少了，所以在这边也只是一个可能性。那今年其实关于苹果手表更多的消息主要是聚焦在了这个 Pro 产品线上。Apple Watch Pro or the Apple Watch Explorer Edition。 我相信如果关注苹果手表的朋友们一定也听了不少它的传言。基本上来说它会有一个比较
大的设计上的更新，然后它也是一个更加坚固的版本，给一些喜欢极限运动或者喜欢徒步旅行的人们提供了更好的，对于手表来说更好的一个保护性。它的外壳也是用上了更加坚固的钛合金来起到这个保护的作用，而且它还会使用一个比45毫米 Apple Watch 更大的 1.99 英寸的屏幕。尽管屏幕变得更大，但是它可以提供更长的续航，据说可以达到好几天的续航。如果续航这一点真的能实现，我相信可以打破不少人的痛点，让他们下定决心购买苹果手表这一款产品。Apple Watch Pro 还包含了其他 Apple Watch 8会有的一切功能，另外它的售价也会相对比较高一些，因为根据 Ross 杨的消息，它的出货量可能只有普通手表的1/4，所以目前的消息它的售价会定在900到1000美元之间。对于一款智能手表来说，这确实不是一个便宜的价格。讲到这里，可能很多朋友已经意识到了我开头讲的那一点，苹果为什么要打造 Apple Watch Pro 这条产品线。我们先来看一下 iPhone 系列。苹果这一次很明显是想把普通版的 iPhone 和 Pro 版的给区分开来。当然，之前有很多人把这个原因归咎于是全球疫情、供应链吃紧、芯片吃紧，所以不得不把普通系列和 Pro 系列的芯片给区分开来。但是我觉得这当然是原因之一，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其实苹果是有意为之。我觉得苹果是想让消费者能够更明显的感受到，在花了不同的价钱的情况下，得到的产品是不一样的。你如果花的越多，你拿到的产品更能和普通的基本线的产品区分开来。这次苹果手表也是一样，如果你花了更多的钱购买 Pro 产品，那你得到的这块手表不仅能够包含了所有普通版本的功能，然后还有它自己独享的一些新功能。这次发布会中，除了手机和手表，还有可能和我们见面的是 AirPods Pro 第2代。这次 AirPods Pro 第2代它是会和现在的 AirPods Pro 有相同的这个硅胶耳塞的设计，但是它也会有不少功能上的更新。目前的消息有以下几个更新。首先，它会有一个升级的 H1 芯片，就会提供一个更好的降噪的效果。另外，它还有可能支持无损音乐的功能。其次，在它的充电盒上可能还会增加一个扬声器孔，这样在丢失它的时候，它会发出声音，让你能够找到它。但是关于 AirPods Pro 第2代，目前的疑问就是还无法确定它是否一定在9月份上发布。那我查了一下，去年 AirPods 3发布的时间其实是在10月份的发布会。但是考虑到今年10月份已经有很多产品要发布了，包括新一代的 iPad Pro、新一代的入门版 iPad、新的 Apple TV 以及 Mac Pro， 所以我自己想，如果苹果今年要发布这款产品，可能放在9月份会让这个产品列表看上去更平均一些，不然一股脑的留在10月份，好像我看起来太多了一些这个产品列表。那老样子，我们还是预测一下今年的发布时间。那苹果9月份的发布会一般都是在9月份的第2或者第3周。那考虑到以前历史上发布会的时间，我觉得今年最有可能的时间会是在9月的13或者14号。那9月份的苹果发布会有什么你期待的产品吗？还是说你更多期待的是在10月份的那场发布会呢？都欢迎你在评论或者弹幕留下你的想法。那今天视频就是这样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